那么时间到了啊，咱们开始咱们今天的课程。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完成这幅作品啊，这个金鱼啊，乐在其中啊。这幅作品呢，黄焕武题的字是乐在其中，就是鱼之乐，对吧？子非鱼，焉知鱼之乐？那么还剩一条黄色的金鱼和上方的这个紫藤花了啊。其实咱们就剩的这个不多。那么紫藤花的这个画法呢，会比较多一些。有比较详细一些的，有比较粗犷一些的。像今天这种啊，像这个黄焕武画的这个紫藤花，他画的就比较写意一点的，那么用的时间可能会短一些。那么如果说咱们采用一种比较精细的画法，那么时间可能会长一些啊。我们先把这个金鱼呢给它画出来啊。那么剩一条黄色的金鱼，我们先给它画出来。那么这一只金鱼基本上是在红色的金鱼旁边了啊，在旁边画的时候，这个鱼啊是一个藤黄，加了一点珠标或者是珠标啊，就是珠标或者赭石啊等等这样的一个颜色在里边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调一个藤黄和太白啊，藤黄和太白这个一定要有。准备晚上好，闲云鹤来晚上好啊。有古贤居士、君子都是熟人。那么先调一个太白，太白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管状的颜料啊。呀，猫头鹰也来了，王段也来了。太白我们可以用这个管状的颜料。一般画墨骨啊，咱们尽量的准备两个笔洗啊，两个笔洗。今天这个怎么这么暗呢？感觉不亮呢。金鱼慢慢画，金鱼这个确实挺好的，画好挺好看啊。首先呢，调一个太白色。太白呢就用这个管状的颜料啊，不要调的太浓啊，别太浓，尽量还是以黄为主啊，以这个黄色为主，藤黄为主。这个藤黄你可以选择用咱们的这个吉祥颜料啊，吉祥颜料。今天这张画画好了，是非常漂亮的。我看群里边昨天大家发的这个作品啊，好多同学画的还不错呢。我这是浅仿古，不要买深仿古，大家一般呢就买浅仿古就行了啊，深仿古啊尽量不要买啊。无论画什么，除非画那种很古的这种画啊，你可以用深仿古啊。通常我们都是浅仿古为主，明白吧？浅仿古为主啊。好，调一个藤黄啊，一个藤黄。因为深仿古底色太重啊，好多颜色呢在上面呢它就显不出来。对，大家尽量的用浅仿古就可以了。而且深仿古啊，这个用途它其实是挺挑画的啊，这个深仿古。那么好多时候你如果都用这个深仿古，不是所有的画都适合深仿古，对吧？那么咱们画的时候买的这个纸，它的一个用途就比较少了啊。怎么进老师的群啊？点击老师的头像加关注，点亮一个粉丝牌，然后呢从主页可以进入到加入老师的粉丝群里边。想进学习群的话啊，需要购买咱们的1号链接的课程回放，那么进入到学浪的学习群。好，调好藤黄之后，最好
哎，最好再调一个颜色啊，就是用一个赭石啊，调一点赭石，加一点淡墨或者加一点这个黑色，我们要勾一下它的轮廓啊，勾一下它的轮廓，哎，调出这样一个感觉啊，淡淡的赭墨的感觉来。先勾一下这个金鱼的一个外轮廓，比如这个头部啊，嘴巴啦，这个轮廓需要勾一下啊。哎，谢谢明朗清风粉丝等级已经7级了。好，找好一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呢，我们对应着看一下啊，对应着看一看在哪合适呢？大家看一看啊。那么通常它是如果是往下了比较，那么找位置的时候教大家一个方法，你可以横向的和纵向的进行一个比较啊，横向或者纵向进行一个比较，就像这个找坐标一样，对不对？你这么去比较，它通常要准确一些。你比如说纵向下来啊，以头部为基准的话，这么下来，它基本上在这个鱼的一个身体部分，对应的是它的这条鱼的这个身体部分的一个位置，对吧？横向的话，它基本上是这一条鱼的这个身体的部分的，所以这条鱼按道理来说啊，它的这个鱼头的位置在这儿，明白吧？鱼头的位置在这儿，那么就按照这种坐标的方式，我们其实就可以很好的找到它的一个位置。那么找大小怎么找呢？找大小啊，你要多角度的进行比较，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白色的金鱼，那么它的一个大小，你可以除了纵向啊、横向这么比较，你还可以斜着啊，斜着往上去，斜着往下来，对吧？或者斜着往这条鱼多角度的找，那么它是比较准的啊。目前咱们这个几个的位置，我看了一下，还是非常准确的，和原图啊非常的准确，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啊，这个位置上。所以在找位置的时候啊，多角度的进行找，这个查找会比较好一些。好，那么基本上啊，我们一个横向、纵向的一个比较之后，是在这一块开始画这条鱼的鱼头。首先从嘴巴开始，啊。不要画大了啊，尽量呢和之前画的这几条啊差不多啊，差不多大小，千万不要一下又画大了，因为是这个已经放了一晚上了，对吧？放了一天了，然后今天再来画，很有可能找不着手感了啊，很有可能找不着手感了，是吧？浅浅的一个淡淡的赭石色。包括头部的一个大小，画一笔看一看，和其他的对应的看一看啊，别画大了。眼睛，小金鱼的眼睛啊比较漂亮，比较大，眼皮儿比较多啊，好几层。一层、2层，好，然后呢，再来紧接着呢，就到鱼鳃的部分了啊，鱼鳃的部分，多注意它的一个大小啊，位置。好了，那么这一部分的线呢，是通过这种勾勒啊，它的一个轮廓是通过勾勒来表现的。那么其他部分的都是直接通过色彩来展示。不要多画了，是吧？峨眉俏妮晚上好啊，新东方晚上好。那么好了，那么画到这儿来可以了，不要多画。接下来我们就用藤黄，那你可以先把眼珠子给它画上，好吧？眼珠子用墨色给它画上。留一点小高光啊，留一个小缺口。
有个小高光。好，那么这一部分就完成。紧接着我们准备一支毛笔，用这个藤黄。另外呢，还要准备一支毛笔，还要准备一支毛笔。笔尖用一点朱标，调一点朱标，或者你调一点这个，如果是吉祥颜料啊，我们调一点这个红色啊，就是朱色。调一点点朱色就可以了。一会儿呢，额头那一块啊，有一点红，对吧？这个鱼是不是有一种鱼是不是叫鸿运当头啊？对吧？就是头部啊，这是红色。那么这一块我们要撞一个色，采用这种撞色的方式啊。采用撞色的方式。好，头部这块就画这么多啊，先画这么多，然后一支小号的毛笔，对吧？刚才调好的这个颜色要点入进去啊，点入进去。一个是表现它的这个红色，另外一个是表现出它的一个体积感来啊，体积感来。鸿运当头。稍微过渡一下。好，紧接着啊，我们再来啊，笔尖再调一点刚才我们勾线的这个一个淡淡的赭墨色，笔尖呢一个淡淡的赭墨色，我们沿着这个身体部分啊，沿着鱼头这一块啊，沿着鱼头这一块用这个颜色淡淡的颜色往外接啊，往后面接一下。接到它的一个身体部分来啊，接到它的一个身体的部分来，一直这个到尾巴这一块啊，到尾巴这一块，然后看一看身体的长度大小啊，不要整错了。接一下，对吧？鱼鳃这一块有一些颜色啊，鱼鳃这一块，眼睛附近这一块啊，该有颜色的地方得有颜色。鱼背部，这是一个鱼背啊，鱼背的地方颜色稍重一些，你看到没有？所以用了一下这个颜色啊，顺势把鱼肚子勾勒出来啊，鱼肚子勾勒出来，紧接着用太白色啊，这个时候手速要快啊，手速要快，太白顺势一接啊，接色，顺势一接呀。眼眶旁边，对吧？鱼鳃这一块啊，然后背鱼鳍啊，这个背鳍的地方，白色一接，看到没有？然后，好，目前这个地方的白色比较平均啊，比较浅，对不对？好，再点一些比较重一点的啊，有些地方呢它会重一些，对吧？亮一点。那么这个鱼的体积感呢，这么一点之后啊，白色它也得有深浅啊，点完之后鱼的体积感马上就有了，是不是？它就有了啊，体积感就有了。比如尾部的地方可以加重的地方可以稍微加重一点，撞色嘛，这是啊，目前是撞色。紧接着我们把尾巴，你看这个大小，大小也差不多啊。那么紧接着呢，我们就要用这个黄色，还有刚才勾线的这个淡淡的一个赭石，淡淡的赭石或者是朱标的这个颜色啊，赭石调朱标的这么个颜色。准备2支毛笔，一个黄的，一个这个颜色啊，来画这个鱼尾巴。
好，鱼尾巴要干脆啊，要干脆，用笔要灵活，看准了之后，面积首先不要太大啊，首先不用太大，对吧？好了，那么紧接着用这个颜色过渡一下啊，过渡一下，颜色淡一些。淡一点，对吧？尾巴呢可以大一点呢，可以大一点啊，飘动一点。鱼尾巴的一个面积啊，可以稍微大一点，没事儿。那么上方这一块呢比较黄一点啊，我们就接一下，就再撞一点黄色进去，对吧？中间呢，它其实有一些呢是淡淡的白色啊，淡淡的白色，从鱼尾往里边用这支白色的笔，哎，勾一下线嘛，这个鱼尾巴呀就比较的丰富了啊，现在比较丰富啊，这个黄色看着比较浅，对不对？然后再用这个刚才勾线的这个颜色折墨，一点淡淡的赭石啊，鱼尾巴有的地方该加重的地方稍微加重一点轮廓啊，让它轮廓感清晰一些。轮廓清晰一点。然后勾一下啊，趁湿了勾，看所有这些都要趁湿了画，趁湿了画，它的一个融合度会高一些啊，融合度会比较高。如果干的话啊，融合度不行。飘动一点啊，飘动一些。哎，稍微勾一勾啊，稍微勾一下，然后这个白色啊，往这边来一来啊，来一来，往尾巴这一块啊来一来，稍微点一点白色进去。好，这个鱼尾巴啊就这样了就可以了。那么鱼鳍的部分，背部鱼鳍的部分啊，它其实是白色比较重一些啊，白色呢比较重一些，包括这个尾部的这个鳍的部分啊。所以用这个先用这个折墨的颜色稍微勾一下啊，勾一下，然后用白色再来勾一下，看到吗？啊，用白色再来勾一下啊，放大一点，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么颜色要自然啊，一定要自然，看到没有？一定要很自然的这种感觉啊。然后这个鳍也是可以先用这支赭墨色的小毛笔稍微勾一勾，哎，勾一勾，勾完之后用这支白色的毛笔啊，再来勾一下。
首先咱们这个纸它是有底色的，对吧？一个浅仿古的颜色啊，所以咱不用害怕它没有颜色啊，不用害怕它不出色，肯定是能够有颜色出来。无论是多浅的颜色啊，都能看得到。好，淡淡的啊，浅浅的，是不是？哎，那么这只鱼，它就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如果啊想里边表现再丰富一点啊，如果干了怎么办呢？老方法啊，老方法，清水笔。比如说有些地方我还想再画一画啊，再画一画。老方法，清水笔。如果干了的话，那清水笔轻轻的啊，轻轻的把这些地方啊，这块没干，对吧？鱼头这块干了啊，鱼背、鱼头这块干了，轻轻的打湿。好，打湿完了之后，你想撞入一些其他的颜色，你比如说鱼眼睛附近啊，我觉得颜色浅了一些啊，这块可以撞一点，它这个上面有一点点淡淡的赭石色，对吧？再来二次修改，二次丰富它，淡淡的点一点进去。红晕当头的地方啊，把体积感点出来。好，脊背的地方还想加重，可以继续加重，对吧？你看看，那么黄色啊，鱼肚子的地方不光是有白，白点之间的地方啊，点一点黄色进去，点一点黄色进去，让它撞开啊，让它和这个底下的白色有一个冲撞，它就比较漂亮啊，比较漂亮。那么这个颜色，现在呢就更丰富一点了，更丰富一些了。所以任何的颜色，如果颜色比较多啊，它一般都要做到什么样的？一般要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你不能是单独的，所有的颜色都是独立的，那是不行啊，不行。所以要做到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鱼头的地方好像窄了一点啊。好像窄了一点，它这一块表现的好像是它的一个后背的地方啊，可以再撞一点这个橙黄，再撞一点白这一块。有一个层次，有一个厚度，给它表现出来。包括嘴巴啊，鱼嘴巴这个地方啊，来一点白啊，来一点白。好，那么这只鱼啊，差不多啊，这样呢也就画成了。这条鱼呢也画成了，是不是很简单呢？其实不难，对吧？并不是太难啊，并不是太难。你看整体效果，因为这只鱼它是被这个紫藤有一些遮挡啊，
这个紫藤对它有一些遮挡。我们下面主要是要把这一块的紫藤这节课啊，我们要把它想办法画好。那么这个紫藤呢，我们上半部分啊，这个紫藤花的上半部分，那个比如说看左边这个图啊，这个枝干的地方上方不是有好多空的吗？哎，空的地方我只能是往上挪一挪了啊，往上挪一点，然后这边这么出来啊，出一枝，上方呢从这儿这么垂下来，垂到这个地方来，对吧？要看好位置啊，看好位置。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先从这中间这一组啊，中间这一组这个花的地方开始画起，从中间这一组花开始画起，明白吧？采用一种比较，因为咱们这个鱼画的比较细腻啊，比较细腻，我们可以采用一个比较细腻的这种表现手法来画这个紫藤啊。所以这个呢，可以稍微和原画不一样了。这个我按照我自己的方法来了啊，不按原画的这个方法来了。那么画紫藤花还有谁比较厉害？任伯年画紫藤花非常厉害啊。我用的卡纸是咱们7号链接的卡纸，小黄车7号链接的卡纸啊。紫色，来调一个紫色。这个紫色你可以用红色啊，调一个蓝色，可以调成紫色。你也可以，如果有紫色呢，直接用紫色也可以啊。如果有紫色呢，你就直接用紫色；没有紫色，我们看看啊，我们这个蓝，我可以用这个浅葱啊，这个蓝叫浅葱，哎，然后调一个这个胭脂。调这个胭脂啊，浅葱这俩调一块儿，调出一个紫色来了，看到吗？那么至于这个紫色是想偏蓝一点的紫呢，还是偏红一点的紫，就随便啊，随便。还是说1:1的一个比例啊，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纯正一点的紫，对吧？哎，这个紫色就可以了啊，所以你就选择1:1吧。如果红胭脂多了，它会偏红；如果这个蓝色多了，它会偏蓝啊。所以还是尽量啊，差不多。所以调的时候，这个色相啊，自己把握一下，自己把握一下。好了，不需要太多啊，加水，加水，加水。加水啊，稍微调开一点。一般这个紫藤花呢，小花苞啊，小花苞可以画的颜色重一点。盛开的花啊，颜色不要画太重，明白吧？好了，我们需要一个什么颜色？白色啊。我用的纸在7号链接啊，在7号链接里边，小黄车7号链接。我们用还需要一个白色。因为花开的时候是白色的啊，花开的时候白色。那么这一次白色不要调得太浓了啊，调成一个牛奶状、纯牛奶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呢，继续加水。那么我们首先要画一组这个花出来啊，你得想象一下盛开的这个紫藤花，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啊？什么样的？首先你这个脑海里边得有这个花开的感觉啊，明白吧？看今天又要折腾很久了，对，今天这个花时间可能会长一些啊，但是一定会很惊艳啊，这个花。一定会画的比较惊艳。大概呢脑子里边有没有这个花盛开的时候是，那么紫藤花盛开的时候，它花瓣呢是朝上去的，对不对？所以因为它整个的花它有一点翘起来的感觉嘛，所以我们取它的一个大的势啊，取它的一个大的势。至于里边这一块盛开的，我们按照自己的一个方式啊，自己的一个方式去画它。
明白这个意思哈？好，从这儿开始啊，从这个中间这一块开始，先画这一组，那么垂下来，从这儿开始，我找好位置了啊，我要把这个镜头拉近一点，啊，我从这儿开始画，大致呢画一组这个盛开的啊，要知道它盛开的时候长什么样啊。首先用白色，或者可以采用这种撞色的手法啊，不是撞色啊，采用这种我们讲啊叫接色的方法啊。那么准备两支笔，两支笔同时都拿在手上，看准位置之后，从这儿开始，首先画出我大概脑海里边想出来的这个紫藤花的这个形象啊形状，不用画的太大啊，试试颜色，这个颜色呢比较偏，好像偏蓝了一点啊，再加一点胭脂过来。或者加一点这个曙红色，它就不会太暗，否则有些暗了这个花瓣。那么花呢有深有浅，对吧？有深有浅。比较重的地方，你可以先用这个紫色啊，先用紫色画。那么一朵盛开的啊，一个盛开的花，它有花瓣往上飘着一点，往上去，比较饱满一点，相对来说比较饱满一些啊。可以接一个颜色，接色法，接一下。花头的地方再点一些白色啊，重一点，明显一些。那么这个花呢，它也是有深有浅了啊。这样的话，它一个花瓣呢，它也有深有浅，明白吧？中间这一组啊，中间垂落下来的啊，垂落下来的这一组一直垂到这儿，对不对？现在从最上头那一块开始画啊，从最上头那一块开始画，最上方，从上方这么画的。那么画法和这个原画不一样，原画点的比较随意啊，原画呢画的特别的随意啊。我这个稍微画的仔细一点，你也可以采取任伯年画紫藤的这种方式也可以啊。那么今天我们两种方式给它夹杂着使用啊，有比较清晰的，有比较混沌的。那么就是有比较实的，也有比较虚的了。你看，有的同学说，我画我画到这个花，为什么交的作业说我自己画的花画出来没有这种比较润的感觉啊，比较自然的感觉，这个边缘呢就会比较死板。那么看老师重色，如果是采用这种方法啊，我点色。一般深色就点在几个地方啊，几个点，不要让它出现这种大面积一圈啊，或者整个画一圈这个红线。我们画的牡丹花有好多同学都是画了一圈红线，对吧？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啊，看不清吗？拉近一点啊，拉近一点。这样可以了吧？脑海里边啊，首先你得脑海里有一朵花的这个形状在里边啊，你才能够画好，对吧？脑海里没有花的这个形状，那肯定画不好。大致知道紫藤长什么样啊。好，稍微快速一点啊，紫藤，那么它其实有深有浅呢，这么搭配着来画，它就会好看一些啊。比如说这一半
那么这半它有深有浅撞出来，对不对？旁边呢可能还有一半衬托着啊，衬托着。那么它花瓣呢开花之后，它和那个豆角花这个形状差不多，比豆角花要大啊，比豆角花要大。你看这个轮廓感觉不清晰，可以稍微加一笔。那么加的时候，你不要把这一圈都加上啊，选择一些地方加一下就可以了嘛。像老师这样啊，选择某一块地方加一下，然后从这个下面啊有翻下来的这个比较小一些的，还没有盛开的小花骨朵啊，比较小的。那么可以两边先用颜色，然后白色往里面一冲撞，这种体积感它就有了啊。好，那比如说还有再小一点的呢，也是稍微冲撞一下，它就有了。它这个一般都是大花瓣里面呢有一组这个特别小的颜色比较深的这个花瓣。你可以搜一下啊，可以自己搜一下紫藤花的这个图片，你观察一下，看一看。可以看一看那个紫藤花是怎么生长的，对吧？好，比如说这一组啊，我们有一些像这样的是比较清晰一些的，然后整个的那个花呢是缩小了啊，整体啊没有画太大。那么这一组上方它是先画了几朵比较清晰的这种花瓣啊，清晰的。一开始呢，因为这个花开呀特别的繁茂啊，紫藤花开特别繁茂，你不要去太考虑它里边的这些具体形状啊。首先你让它的花繁茂起来，好了，这一组就在这儿啊，就到此为止。旁边可以再来一组啊，旁边呢在上面再来一组，对吧？上面它还有一组，那么它就有前后层次给它画出来。对，咱们课程的链接呢，这个针对这个适不适合小白这个问题啊，今天有一位同学给老师发了一个信息啊，他也是为了帮助老师，他说，怎么打消啊这个课程？他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呢？他说他一开始也没有观察了很久啊，都没有买这个课，对吧？但是后来他买了啊，跟着老师的这个一步一步画着画着，他发现没有想象中的这么难，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有的同学看着这个觉得好难啊，其实只要你愿意跟老师一起跟着老师动手一起画，你会发现原来没有这么难啊，原来是自己想的太难了啊，它真实的这个它并没有这么难，对不对？所以这个就看自己啊，看自己了。一开始看着是觉得挺难，对吧？感觉小白，那小白适合画什么呢？没有一个定义啊，小白就不能画了吗？这些其实，对于画画的来说，这些都是其实已经很基础了。首先尺幅不大，对吧？
画的东西啊也不复杂，构图不复杂，已经很小白了。其实，好，得有耐心。不过啊，这个得说在前面啊，得有耐心。我们把这一组紫藤花画出来啊，你就知道老师的这种墨骨紫藤花的多漂亮啊！你看这颜色里边必须有深有浅啊，有轻有重，有深有浅，夹杂着，对吧？而且还有花瓣啊，得有大有小，有的花瓣呢比较小，有的花瓣呢比较大。通常花瓣盛开的比较大，那么盛开的大的它颜色又比较浅啊。要明白这些基本的规律之后，那么我们自己比如在创作的时候，那么这部分相当于自己创作了啊。在创作的时候就不会乱啊，不会乱。这一部分老师就不按照这个原画来了啊，基本上就属于创作了，自由发挥。那么这个就是靠平时的一个积累了，对吧？很多同学是这样的啊，你感觉自己画不来，其实跟着就跟上了啊。就像我们的这个孩子，有的孩子啊，像小时候，比如学习，对吧？那学习不是特别好，但有些家长会想方设法给他弄到这个，以前我们分快班、慢班，对吧？给弄到快班里边去。你为什么不把它放在慢班里边去呢？你想想，啊，你孩子学习不好，你为什么还要把他送到这个快班里去？你不害怕他跟不上吗？对不对？取法乎上嘛，对吧？这快班拖着啊，就也能给你拖起来，是不是？你要选择一个快班啊，在慢班里边可能会越来越慢了。你要按照这种什么从基础到打基础，慢慢的先打基础这种理论来画的话，那得学多少年啊？学多少年都是个小白。比如说大学生啊，学4年，他仍然是个小白。你能花4年时间去打基础吗？不可能嘛，是不是？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的呀。什么2大1小？2个大花瓣，一个小花瓣，中间一个小花瓣是吧？不用管那个，不用管这个。你就等着看结果就好了。先别着急怀疑啊，你就等着看结果就行了。那么比如说像这样，它一朵花，对吧？说2瓣1小，它2瓣比较大的是往上翘起来啊，翘起来的这个花瓣，不要太对称，明白吧？不要太对称啊。你像我们小时候就是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我老师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为什么现在有学区房这种东西，对不对？那么咱们如果是，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全国的啊，所有的教材啊，几乎都一样，对不对？啊，那么为什么还要抢夺这个学校啊资源？
区别在哪儿？是不是啊？区别就在于老师了，说白了，区别就在于老师。比如是这个一朵打开的啊，打开的它花呢是可以比较大一些，然后呢，下面可能还有一组，它的花瓣呢，又有一些遮挡，类似于这样啊，有一些遮挡。比如这个呢，它花瓣它是这样的，它没打开，有一些偏，这个一定要想办法画生动它啊，真实的这个紫藤花。和刚才这个位同学说的是一个道理，它都比较的垂直啊，比较的像复制粘贴的似的啊，都几乎一样啊，动态都一样，都是像个小翅膀一样往上翘，都往上翘，然后小的中间那个小的往下垂，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它就不生动啊，所以呢，我们画的时候要尽量的让它飘动起来啊，要飘动起来。形状上这种交错上，我们尽量的要多的找出它的这种交错。你比如说上面这3片啊，可能是一朵花，那么这边是一朵花，它稍微侧面啊，侧面的花心在这儿，那么这个是一个翻过来的一个花瓣啊，这是正面的。如果点花蕊的话，它是这样啊，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状态啊。如果像什么海棠花呀，这种桃花也一样的话，它基本上是这样，这是个背面的，这是正面的啊，基本是这种感觉。但是我们画的时候啊，我们画的时候，真实的它不会这样啊，真实的紫藤花它是全都是向上的，它不会这么长，很少啊，即使有它也可能也很少，对吧？那么老师画的时候啊，是做了一些这种艺术的这种主观的处理手法。我们要把它处理的有意思一点啊，生动一些，包括理论颜色。那么里边和外面啊两个花瓣，那么花心的部分啊这一块这个颜色呢稍微重一点，对不对？毕竟是花心的部分嘛，可以稍微选择重一点。然后呢再点一些白色，旁边白一点，对吧？那么继续垂落下来，我们来看。接着往下垂落，我们大概按照它的一个形状啊，大概来走一下。那么有了浅的了啊，有了浅的这个花，那么附近旁边，我得画一个比较稍微重一点的花瓣，是小花骨朵也好啊，是花也好，反正啊稍微重一点的。那么它不是有了一个衬托作用了吗？对不对？其实就是有一个衬托作用了啊。一是色彩上有差别，另外啊，在绘画过程当中，它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好，那么这是一朵新的一朵花了啊，新的一朵花。那接下来怎么办呢？继续啊。往下打开，飞动起来啊，飞动起来。等所有的这些一画完之后，到时候把里边重的地方啊，用这个颜色把花托一点，然后呢，把黄色的花心的部分用黄色一点，你就明白了啊，明白老师为什么这么画了，它就比较像花了，现在可能不像，你也看不懂。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它有深有浅啊。卡纸是7号链接啊，买课了对吧？跟着画啊，跟着画，绝对是有收获的，进步会很快啊。这个真的是进步会很快。那么咱们群里，咱们这个现在看课的同学有多少买课的同学，可以给老师打个1啊。问问这些同学进步是否快哈，是否会很快。
对吧？你看看啊，这些空的地方，你看看，再来添加一些啊里边的比较深一点的花瓣。那么我教给大家的不光是这个技法呀，其实画画除了技法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这些绘画规律，明白吧？绘画规律是比绘画技法更重要。有了绘画规律之后，技法它这个东西它是锻炼之后啊，学习之后是能学会的。那么这个绘画规律需要慢慢的熏陶，它和审美是一样的东西啊，它需要慢慢的熏陶，慢慢的老师教你一步一步的总结。你看这些空里边啊，我再稍微填一填，它很繁密啊，很繁密，你看不出哪几个瓣是一朵花，哪几个瓣它是一个小组，对不对？就是要让人看不出这种感觉啊。好，那么我们接着往下来啊，什么时候能让你看出来呢？到了底下单崩的一两朵，我让你看出来它明显是一朵紫藤花啊，比较像紫藤花。前面的我们都不让你看出来它是个紫藤花，明白吧？好了，比如说到这块之后啊，比如说有想往上翻的啊，想让它明显一点像花呢，它其实底下是两瓣小的啊，像蝴蝶一样，两瓣大的是往上去，是吧？大的包裹着小的，小的颜色会重一些啊，大的呢颜色浅一些，它是这么一个感觉。你可以找一找这个紫藤花的一个照片看一看，而且它这个边都有一个翻转的一个边啊，翻转的一个边。下次我找一些实物的图片啊，放在上面啊，给大家做一些参考。那么技法上主要用到的还是这个撞色法与这个接色法两种啊，主要还是这两种技法，对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啊，接着往下画。那么我们稍微用一个浅一点的颜色，我们把这个紫藤的藤条给它画出来啊，紫藤藤条给它画出来。来，我们调一个淡淡的这个赭石色吧，它其实就是偏紫偏绿一点啊，比如说这个赭石啊，之前刚才用到的这个珠标或者珠标里边加一点三绿进来啊，调出一种浅浅的红红又绿绿的这么一个颜色啊，比较嫩的一个颜色，可以稍微偏红一些，偏赭石一点，它不要垂落下来吗？我们把这些藤条给它找一找啊，花里边开的比较茂盛的地方，里边就不要画太多藤条了，就不要画藤条啊。藤条主要出现在哪儿？出现在下方啊，下方花骨朵的地方啊。那么按照这个你可以按照它这个原画的这种组织方式啊，可以按照这个来组织，对吧？比如说从旁边侧面呢出来一组。然后这边呢又出来一组啊，它这个画的好复杂，画的比较复杂，画的时候要注意啊。我们先把这个黄色金鱼这一块的啊给它画出来啊。藤条画出来之后，它这边还有叶片，注意这种线条啊，
稍微的要注意点用笔，稍微要注意一点用笔啊。哎，注意点用笔。那么这些地方要画慢一些，不要太随意啊，不要太随意。写意画你可以歘几笔啊，很随意。但是这个位置非常关键，你画快了，我害怕大家位置画不准。那么这一块的位置它非常关键，上方你胡乱画都没关系，但是这一块下方这一块的位置非常的关键，所以尽量慢一些啊。看它的垂落下来，一直到了这一条金鱼上了，整个的紫藤是从上到下贯穿，从上到下要贯穿，所以我们不能乱画啊，不能乱来。好了，哎，这边呢就是把这个藤条的位置，你看看这几根比较关键的藤条的位置给它画出来了，啊。那还有哪儿还比较关键呢？这一块还比较关键啊，它有一条呢是从，有一条从这个上方过来的。上方的藤条可以稍微粗一点，可以稍微粗一些，是吧？用笔稍微粗壮一点。那么这一条从哪来？从这地方啊，绕到这个鱼，绕到这个金鱼后边啊，线条弱一些，比较浅一些啊，比较浅一些。从这个身后这么绕过来，很漂亮，这一条很漂亮啊。环绕着这条金鱼，哎，这个意境非常的美啊，这个意境非常美。我们重要的要把这一块的意境给它画出来啊，画出来。至于它的一个紫藤花啊，我感觉它这个画的不是特别的优美啊，这个紫藤花，所以我稍微给它变了一下这个方法，按照我喜欢的这个标准来了。好，那么这块这边不是有一串小紫藤吗？那么我们其实重要的就是要注意啊，比较重要的一点，我们只需要注意它的一个方向，飘动的一个方向就可以了。哎，它是有风的感觉啊，有风的感觉，所以它是有点往这边飘，有点从这边呢上方飘下来，有点这么飘下来啊，从上方飘下来这个感觉。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的这个花先点一点，这样的话它就有了疏密了。看到没有？这一块我们处理的比较密，比较繁密，对吧？然后中间空着啊，不要从上往下直接画下来，挑地方画，因为咱们这个空间很小，很珍贵啊，这一块的这个空间，它不像原画上面有大把的空间，你画坏了，这组画坏了，你再来一组没关系，咱们这个都不能画坏，明白吧？都不允许画坏啊，不允许画坏，所以我们到了这儿之后开始画里边的这个小的花骨朵啊，花骨朵，小花骨朵很漂亮啊，也很漂亮啊，要注意画，因为小鱼就已经很小了，所以你这个紫藤花不能画太大啊，不能画太大，你看看多小。
得收着收着画啊，一定得收住了，得控制好自己，很容易就画大了。跟大家说这个紫藤花，那么这些啊，这小的这种紫藤花可以稍微的简单一些处理啊，简单一点处理啊。白色与紫色进行了一个小小的撞色啊，一个小小的撞色。方向上稍微注意一下啊，方向不要太平行，有从上方垂落下来的，对吧？从上方垂落下来的啊，有稍微大一点的，有小一点的，看稍微大一点的呢，它通常会开一个小小的口啊，两半，看到没有？两半，把尖的地方白色撞一点，把头的地方紫色撞一点，重一点，很微妙的这种变化一定要有，慢慢的培养大家的这个对于细节的这种观察能力啊，不是说要让大家对这些东西啊懂得有多少啊，对于紫藤花它什么形状啊懂多少，不是这个意思，是让大家能够了解它的一些基本的生长结构特征，那么你在画的时候你才不会迷糊啊。因为大家呀画画一上来都是从临摹开始的，对不对？临摹的，而且好多都是从写意开始的，那么它有一什么缺点呢？它其实就是已经是人家高度提炼过的东西了。这个写意画已经都是画家高度提炼过的东西，你画的东西是画的人家的一个结果。那么人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人家写成了多少？人家对这个植物啊，对这个动物，对这个小鸟，人家懂得很详细，因为他经过了反反复复啊，千锤百炼的写生，然后再来提炼出来，笔墨的锤炼再提炼出来的。那么我们一入手，从这些入手会导致大家养成一种什么习惯？不看实物，忽略实物，对吧？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那么画这种工笔类、墨骨类，它就必须观察很仔细，对不对？即使你临摹，你也可以学到东西。所以说，以前的这个名画记里边，是哪一本这个画论里边啊？那么以前的这个画，我们知道古代的绘画它是比较详细的，所以啊，说这个绘画的一个功用，它是有什么功用？它是有这种起到说明作用的啊，它就像现在的一些百科全书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对吧？所以啊，这种是古代他们记载的是说啊，这个千古寂寥啊，批图可见。通过这个图像，通过我们的这个画作流传下来的画作，是能够让大家有到一个学习认知的一个作用。因为宋画它是非常精微的，对吧？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其实已经进入到了很多的一个误区里边，大家还不知道，明白吧？有的同学说：“哎呦，我只愿意画写意，不愿意画这个。老师能不能把课分开了？分开了是吧？我可以分开，为什么不能分开？我为什么让大家画这个呢？就为了让大家多看一看啊，就是强迫大家这个多学一学，多看一看这个真实当中的一些这种植物它的一些细节，它的一些生长特点特征啊，你对它多多少少有一个了解。
好，这块不要画太多了啊，很精彩的这种组合要有。有的要离得远一点啊，有的离得这个近一点啊，有的离得远一点，有的离得近一些。那么这一块啊，少画一些，然后把上面的花我们再来根据这个空档我们再来增加，对吧？花托要画，花托是最后画画是有一个步骤的嘛，同学们呐，别着急啊。那画画是有一个步骤的，我不能把一朵完整的花画完之后，又再画另外一朵完整的花。那么之前我们学画这个什么梨花啊、桃花，我们是把所有的花瓣都画完，包括画血翼也是啊，再来点花蕊，对不对？再来点花托，画梅花也是这样，所以这是有一个步骤的，有一个程序的。不要着急啊！怎么了？又说我不看弹幕，又问什么问题了？购课有优惠啊？没有优惠券啊？咱这个已经很优惠了啊。跟着回放的画能参展吗？这个得根据这个您参展的这个具体举办方的一些要求，有些要求是原创，那就不能用，因为我们都是临摹的一些名家的作品，对吧？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要求，那是可以用的啊，是可以参加的。好，那么接着啊上来，我们再把上面这一块花给它再画一画啊，给它画一画。那么有一这么垂落过来，你看看这一块啊，这么垂落过来，我现在画哪来了？好，这一块啊，稍微加几片重一点的，稍微加几片重一点的这个花瓣啊，花瓣。不会创作，慢慢的就会了啊，画着画着就会了，这个东西水到渠成啊，但是也需要一个专门的训练才行。那么创作之前必须得要有什么？要有写生这一个步骤啊，对景写生这个步骤才行，否则都是这个纸上谈兵，对吧？所以必须有这个对景写生这一步啊，对景写生这一步。好，那么这组花啊，我们沿着这一组啊，让它飘过来，往这边飘一飘。明天我把照片发到群里边啊。明天早上，我一般拍照都是我跟人家学了一招。我为啥有时候晚上不愿意发照片呢？我跟人家学了一招啊，人家拍照是怎么拍？放在这个，比如说正午的时候啊，完全放在这个太阳底下，光线最强的啊，所有的细节全部暴露在外面啊，然后再拍，特别好啊。你看我今天拍的小金鱼，我也是把它放在太阳底下拍的，明白吧？我是给它放在阳光底下拍的，所以它的颜色各种还原度，它非常的接近，包括纸的底色也非常的接近，在这个灯光下面或者是阴天呢这个条件下面，它拍出来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我是上次有那张作品，我想拿去扫描，结果扫描没扫好，然后又去找这个人拍照，跟那个拍照师傅学了这么一招啊。对，放在太阳底下拍啊，放太阳底下拍，真的很好啊，效果真的很好。我给大家看的那个山水画，你记得吧？那个山水画不是扫描的啊，是拍照拍出来的。当然了，人家这个
设备也好啊，但是真的细节，包括这个指纹、纸的底色，还原度非常的高啊，都给我惊呆了啊！原来是这样拍的啊，大家可以试一试。那不是学摄影啊，得这个不叫学啊，这就是一句话，对吧？所以要比如有的同学要搞一些想要出版的一些作品，你就得好好的拍啊，要么是这种扫描，那当然了，扫描得非常好的机器它才能扫出来啊，它的颜色非常全，它才能扫出来。通常有的这个机器颜色比较少，那么你画面当中的一些微妙的这种颜色它出不来啊，明白吧？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书印的好，有的书印的不好，色相差的很大的一个原因。通常我们的一些打印机那颜色它都很少，那么它普通的这种小打印机打印出来颜色呢是不够丰富的。你就当画花这一块啊，你就当这个画着玩，你看看就练练撞色，不要求它是一个什么具体的形状，回头我们把花托一点，它会非常漂亮的。好了，再往这边来，我多画一点这个小花骨朵啊，比如上面这块呢，花骨朵呢可以画大一点，可以画一朵大一些的，也可以画一朵小一点的，两半。那紫藤，再来一些小一点的啊，像个豆角似的，它长得其实特别像这种豆角花。可以啊，可以学啊。其实这个什么几合一这个东西，哎呦，这是商家的一些这个套路，明白吧？我学画画也是稀里糊涂，学国画也是稀里糊涂入行的，明白吧？都是稀里糊涂入行的。那一上来就是宋画临摹，我们一上来第一节课练线条啊，第一节课练线条，永乐宫壁画的线条，我的妈呀，练1个月都给整懵了，不会拿毛笔，从这开始学啊，开始画圈圈，画1个月也就会了，有什么会与不会的？有什么基础都没基础啊！我大学的第1堂课就是画这个东西，记得清清楚楚。跟老师说，老师我没画过这个国画，不会啊，没事，你就从这开始画就行了。我再也不问了，问也得画，不问也得画啊。没有什么基础，什么是基础？没有什么基础训练啊。线条、毛笔、熟练程度就是基础，明白吧？这个就是基础了。至于会不会画，它不存在基础，它的基础是你会不会拿毛笔，毛笔属性，熟不熟悉，拿的好不好，拿的还行，那就可以了。然后我的一个书法老师，哎呀，不过前些年去世了。有一书法老师是咱们现在近现代啊，不是近现代，就是咱们现在有一位这个中国唯一仅剩一位这个说的是叫什么穿长袍的先生，对吧？叶嘉莹先生啊，就写这个诗词，古典诗词，做古典诗词研究的这位叶嘉莹先生啊，我那个老师啊，
当时教我们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他是叶嘉莹先生的这个师兄啊，他俩都是搞文学的，以前都是搞文学的，他是他师兄，明白吧？他教我们书法，学完白描，每学期有个书法课，书法课啊就是他教。这老先生啊，书法东西呢讲的不多，具体怎么写这些讲的很少，讲一些他们学到的一些其他文学的知识啊，一些名人的这些有趣的事情啊，这些讲的比较多。然后写字也讲啊，比如说讲一位书法家，他会讲，那是讲不完的，那真是知识渊博啊。书法家的一些生平啊，一些趣事啊，包括他和某些其他的一些名人之间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啊，这些讲的特别多。完了写字的时候啊，写着写着，从后面猛地一抽毛笔啊，抽你毛笔。为什么要抽你毛笔呢？看你握笔紧不紧，有没有力量啊？毛笔握不紧，那么这个力量它就，我们讲力透纸背，那就不用谈了，对不对？首先得会拿毛笔，得拿得紧实一点，特别写字的时候，所以你那个线条才有力道，知道吧？这些缝里边我再添加一些小的花骨朵啊，看看啊。所以说学习，不要觉得非得是从这个最基础，不要说是有一个什么最基础的东西，地方开始学，没有最基础的地方啊，真的没有，这都是后来，都是现在的一些人想出来的。那么我们要求的是啥？我们学这个学这种传统文化，它的基础是啥？它的基础其实是文学，你知道吧？它基础其实是文学，是修养。我们学校啊特别注重这个，注重的文学修养，注重品格。不说画品即人品吗？对吧？人品不高，画品不高嘛。人品技艺高矣，画品不得不高。那古话也是，古代的这个什么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学校的培养的时候就特别注重文学方面的这些文化课。那每学期文化课老多了啊，各种名人，各种什么长江学者给我们上了，我们和其他的这个文学的，所以我们是在属于文学院里边啊，跟文学院的学汉语、学古典汉语的这些学生啊，我们都一块上课，知道吧？最终拼的就是这个综合实力、综合素质，其实就是文学修养。技法的东西都能学会，你就跟着练都能画会，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担心什么基础不基础，从哪开始画，你就从老师这儿，老师画一张你就临摹一张就完事了啊。你看这块的花啊，现在已经很成型了，已经很漂亮了。回头再把叶子再衬托一下啊，叶片一点啊，这边我们稍微点点叶片，然后这个花托，再点一点呢，这块再出来一点这个藤蔓呢，有了藤蔓，我们再出来一点小的紫藤啊，小的紫藤花。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这种框框啊，条条框框，不要给自己设定的太多，你就
为什么说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他知道的东西少，他上来他就画，你知道吧？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说教学生就害怕学了一星半点的啊？这样的就最害怕教这样的，完全一张白纸呢，他就还好教一点，他不会有这些疑问，你教他啥他就学啥，他也不会觉得难与不难，他没见过简单的呀，主要是对不对？什么是简单，什么是难，他搞不清楚嘛，所以你就把自己啊，开始当成个傻瓜就行了，稀里糊涂的学啊，学的还好。真是这样啊，稀里糊涂一点呢，反而成长的好一些。你看这些小的这个紫藤啊，那么在色相上啊，可以稍微有一些区分，有一些偏红，有一些偏蓝，那么它就更丰富了，对吧？有些颜色它比较重一点，特别是里边啊，里边有些颜色可以重一些，这样它里外啊，它之间是有一个区分与过渡嘛，所以要知道这些用意。你看这块啊，我又来一个重一点的，哎，把这个花瓣的形状给它衬托一下啊，衬托一下。哎，繁与密，深与浅，这些就都有了啊，都有了，对吧？同样的花瓣呢，有的，比如这个，哎，我可以把这个两啊，一会儿画的时候啊，这两呢，给我加个花托啊，这两本来是画两个单独的小花骨朵啊，现在可以把它画成一个完整的，点到一块去，是不是？都可以。有些是最后综合处理的时候啊，根据它的一个具体的情形，当下你画画的一种心境，一气呵成的啊，并不是刻意为之。并不是刻意为之啊。好了，那么这边我们先再来一点叶片啊，再来一点叶片，然后再来画这个花啊。不然给大家画蒙圈了，对吧？来点叶片。你看这个紫色配的这些金鱼啊，非常漂亮啊。来点叶片。叶片呢，它有的偏红啊，有的偏绿，偏绿的呢偏一点三绿，偏红的偏一点赭石啊，偏一点赭石。紫藤叶的叶片呢，基本上是对生的啊，对生的就是很对称的，一边一片，一边一片这样的这种长法。好，我们来调色啊。入学都是画大写意的，对吧？具体是不是？你说是不是？都是稀里糊涂的，照葫芦画瓢，老师画一笔，我画一笔，都是这样的，对吧？你也不会去考虑它，老师也不会给你，不会，老师虽然是我们的课程虽然是有这个实物图片，对不对？但是这个笔墨是已经被大家提炼过了。本来作者提炼一遍，后来学的人又提炼一遍啊，老师再提炼一遍，你再跟着画一遍，都已经是。已经不在乎这个具体长什么样了，你只有你自己知道它长什么样，你自己画的时候心里边啊，你才会根据那个形状啊自己运用笔墨，否则你怎么会用呢？是不是？我们来调一点这个绿啊和赭石啊，先浅一点的淡淡的，那是不是这个道理啊？自己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你自己在画，怎么可能会画好呢？都是背的人家画的那个东西啊，那不行啊！你首先是要对这种
实物有所了解，其次再来是学习别人的，然后才能形成自己的，明白吧？你如果只有又没有，所以说外师造化啊，中得心源啊。人家说五识心，心识木，木识华山嘛，最终要识哪呀？识自然呢。好，这边的小叶片啊，小金鱼上面的这些叶片小一点，颜色比较淡一些啊，淡淡的这种绿啊，与赭石的这么个颜色啊，一定要淡一点。叶片的形状上小一点啊，小一点。可能画叶片比较小啊，比较圆圆的这种感觉啊，椭圆形的这种感觉。它比较灵动啊，画的比较灵动。有些是露一半啊，露一个侧面的感觉啊，半片叶片。哎，稍微注意一下啊，灵动一点啊，灵动一点，颜色浅一点啊，这一块颜色要稍微浅一些。对，这个是10张啊，一包是10张，一包10张。这是小金鱼，哎呦，好像画高了，应该是在这一块，画高了啊，好像是在这一块，对吧？一会儿这块呢，用这个深色的叶片呢，稍微给它挡一下啊，层次呢就给它多画一点啊。这几片叶片呢是在这儿，哎，稍微再加一点。好，这个层次给它丰富起来，小一点呢，底下的小一点。然后这边啊还有一些我们可以用一点他画的比较写意啊，比较写意的这种，先是小毛笔稍微勾一勾，这一块啊比较复杂，可以直接用这个小号的毛笔啊，点一些像那个之前我画的那个柳叶啊，画鸳鸯那一节课啊，柳叶这种画法啊，随意一点啊，稍微点一下，点几笔，然后还有的往这边飘啊，有的往这边飘。来，这个画非常丰富，它这边呢画的非常丰富，而且特别的有这个有古意啊，这一块画的。你比如看看这个运寿屏的画，经常画一些这种运寿屏，还有马元玉他们画的啊那一路，画的紫藤啊，下面是小鱿鱼啊，或者画的桃花啊，紫藤鱿鱼，对吧？
这画的特别好啊，画的特别好。好，再来一些偏绿一点的这个叶片，偏绿的叶片呢，加点3绿进来啊，加点3绿进来，就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加点3绿赭石，3绿多一点，赭石少一点，偏绿一些。好，点在哪儿呢？点在这个紫藤花的旁边啊，就是这一块不是很有一组叶子不是从这儿出来吗？就点在这一块啊，点在这一块，点在这儿啊。那么它是从这个紫藤花这儿出来，对吧？那么这个叶片呢是稍微大一点了，稍微要大一些了，不要太小，不要太小啊，稍微起码要比这个紫藤小的花骨朵要大啊。先不要去画中间的这个啊，中间这个枝子啊，你可以稍微画一下也行。与花之间它有一些这种遮挡关系啊，有一点遮挡关系。那么用这个叶片啊，把这个角落这一块稍微衬一下，把这个花骨朵给衬出来，对吧？里边呢，可以再安排一片小一些的，正好在这儿把这块堵住了，啊，正好堵住了啊。对不对？那么这块啊，这块就还可以啊，这块还可以。不要画多了。那么下面我继续啊，往上方啊，继续把这块的紫藤，这里边呢这些小枝啊、小杈稍微再穿一穿，穿好之后再来画一部分的这个花啊，画一部分花。因为面积有限，所以啊也不能画的太多。再来一点这个深一点的啊，深一点的。那么这一节课其实这个紫藤花要比这个，我感觉要比这个小金鱼啊要难画一点啊。注意它里边的一些穿插了，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有的地方稍微加重一点，比如啊这些枝子稍微加重一点啊。它是和这一块是一枝，然后还有一些枝子从这儿下来。用笔要圆中见方啊，转的时候有时候要方一些。有的是这个这种叶片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叶脉啊飘出去的地方，对吧？那么还有底下还有啊，有的是紫藤花，把这些都穿好。有的是叶片。好，把这些小枝子啊，首先都得弄好啊，弄好。上方覆盖的有一条垂落下来的啊，注意看垂落下来。
我们花的画法，具体的画法啊，和这个是有出入的。但是我们这个构图，它这个构图还是很不错啊，这个构图啊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导致我们稍微要学习一下啊，要学习一下。整体的这个走势大概就是啊，一组，你看上面这一组整体这么垂下来，然后旁边这一组与中间这一组呢又交叉又往这边翻过来，对吧？它是一笔长，那么这边一笔短啊，一笔长啊，这笔可以看作一笔短，往这个指往边缘去啊，从边缘从左上方出来的枝右上方出来的枝到右下方出去，那么这是一组，对吧？然后从上面下来，这是一组，然后中间两个花出来，出来到这边有叶片啊过来，它又是一组，整体可以看成3组，那么它就有了，大概你就明白啊，它这个主次了，对吧？主次关系啊，这一组我们画差不多了，还旁边呢都是叶片啊，叶片一会儿稍微加一下。那么我们现在再把这一组花再来一组花，然后中间让它稍微联系在一块儿即可了啊，就可以了，明白吧？我们再添一组花，上方这一组，那么同样上方这一组要比下方这一组要弱一些，因为这一组是主要的啊，画面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画眼啊、画心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啊，注意一下这个，怎么样？能不能跟得上啊？对，现在上课在1号链接啊，能跟上吗？喝口水。这是墨骨画啊，墨骨画。好，那么我们继续啊。对呀，咱们彭村的那些课，你想想，你购一个这个什么会员，这个会费啊，一年呢，你想看那个课，一年都比我这个课程的还要贵，对吧？咱们这课程还是永久免费的，咱不得相信这个抖音啊，怎么也比咱们彭村厉害一些吧？这个实力要强大的多啊，所以不用担心它会倒闭，对吧？好，我们从这边开始啊，从这边开始，这一组稍微比它高一点，稍微高一些啊。可以采用这种接色的方式，接着成状了啊！一朵一片，是吧？再往上，这个抖音这个创始人跟我还是校友，也不多给我推点流量，你看看。我给他打电话了，他比我大几届啊？他比我大了几届啊？大3届还是大4届？当时应该认识一下哈，
在学校的时候。送给孩子不一定要人家是我比他厉害已经不太可能比他厉害了，他都比很多人他太厉害了，咱这个应该是赶不上他了。很低调啊，很好的一个人。关键是没有他电话呀。那画这些花的时候，你看看啊，你不要太在意它的一个具体形状了啊。其实你了解它的一些结构之后，画的就很随意了啊，随意画，你看随便画着画着，哎，成了一朵花了，对吧？画着画着，我就能给它组成一朵完整的这个花。它其实和其他的咱们画过的这些花啊都差不多，只是说它的花瓣有一些往上飘啊。不知道怎么看回放啊？一会儿呢可以用咱们购课的这个抖音账号啊，登录这个学浪 APP 啊，登录学浪 APP。我一会儿演示一下啊，好吧，老夫子同学啊，我一会儿演示一下。等到整点的时候啊，咱们休息2分钟，我演示一下。我先把这一组花给它画完。那么这样啊，这个呢是采用了这种接色的方式，你看到没有？采用了接色的方式。然后比如说花瓣边缘的这些不太清楚，对不对？那么我们要点这个颜色的时候，不要去圈一个完整的这个外轮廓线。你看老师挑了几个点，点完之后把白色和它融合一点，那么整个咱们的视觉上又把它连成一条线了，对吧？所以不用你刻意的去把它画成一圈红色的线，知道吧？这个紫藤花呀是比较麻烦的啊，比较麻烦的啊。比如说到这个底下啊，可以如果是采用这种混沌一点的画法，你看啊，就是大致点一点，然后呢接个色，是吧？接个色，然后白色重一点的地方再撞点白啊。像它的这种方法就是这样的，比较混沌啊，画的虚虚实实、朦朦胧胧、真真假假，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里边呢又来一点重的，对吧？里边再来一点重的，边缘的地方，哎，可以稍微再重一些啊，可以稍微再重一点。有些花骨朵呢，它还是往上飘啊，往上飘。比如它还画一些啊，比较头上重一点，边上浅一点，行不行？也行。哎，有时候
这个就是为画面服务啊，画面需要这种节奏感。这边浅了啊，那么这一块我们需要一个重一点的，它才能有这种节奏感啊，节奏。所以这些就是绘画规律啊，绘画规律，它与自然规律又有一些不一样啊。比如我们画动物，有时候要遵循它的一个自然规律啊。那么在手法上处理的时候，我们要遵循的是绘画规律。一会儿再研究啊。就是文强老师经常提到的啊，什么道啊，自然之道，绘画之道。其实绘画之道是什么？就是绘画规律嘛。那绘画水平怎么提高呢？提高审美规律啊，你的审美提高了。好了，往下啊，往下稍微错落一点，稍微错落一点，像个小蝴蝶似的啊。其实这个花呀，很随意啊，画成什么样呢？我们就根据这个形状，做一些微调，就很漂亮啊。比如这是一朵，可以把它看成一朵背面的，对吧？背面的这个花。回头如果花苞那个花托点在这儿啊，这么飘过来，它不就是一朵背面的花了吗？对不对？要有想象力啊。紫藤花快开了吧？得过几个月啊，2月份、3月份，差不多就快开了，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我再画一片呢，也可以把它画成一个盛开的、往上飘的。比如我再来一片，所以这个变化无穷啊。这个画画呢，你掌握规律之后，变化无穷，一切就是随着自己了，随着自己的心意啊。是不是？那我底下再来一片，背面的飘出去的，行不行？也可以。你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这个绘画的乐趣，知道吧？有创造性了之后，绘画是有乐趣的啊。那么初级阶段是临摹，整个的临摹都是打基础，这么解释吧？整个的临摹其实都是在打基础，所以你起点高一点，基础打得快一点哈。对，槐花也是差不多，说的很对啊，槐花也差不多，包括梧桐花，这个梧桐花这个紫色画出来的也很漂亮啊，梧桐花也很漂亮啊。然后有些地方你就可以直接重色，到时候再加一加啊。好，我们紧接着就往下赶一赶啊，稍微，那么中间它是有一个过渡嘛，中间让它有一点交叉与过渡啊。它还有的花呢往上飘啊，还有一些往上飘的这个花瓣，可以点它一点。
等回头梧桐花开了啊，带大家来一小组啊这种梧桐花的一个创作。我好想画梧桐花啊！以前我以前租的一个小画室里边啊，这个窗户正对的就是一棵梧桐树，那春天梧桐花开可漂亮了，满树的这种紫色的。有一点不好是啥呢？这个梧桐花呢，形状比较呆板一些啊，就这一点。我还喜欢什么紫薇花，夏天啊，夏天、秋天的时候，那紫薇花开的也很漂亮啊。就张寒汀啊老画的一种花，紫薇花。紫薇花画墨骨也好看，特别漂亮啊，很漂亮，很漂亮，都无法形容啊，只能用很漂亮，很漂亮。好，再往这边，我们往下啊，稍微来一点比较深一点的颜色的啊，给它稍微的这个不用画的太麻烦了，就稍微重一点的、混沌一点啊点的，包括任伯年他对于这个紫藤花的一些处理，他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啊，不需要具体是个什么花都看不清，才能体现出它的一种繁茂啊，繁茂，就是撞色，撞出一滩这个白白紫紫的这么一个颜色就可以了。好，接着这边我看看，往下可以再来一点啊，来一点这个小的小花苞啊，多来一点啊。那其实它这飘过去的都是小花骨朵啊，飘过去都是小花骨朵。往上面飘一点，这种东西它有时候技法是具象的啊，有时候形象可能是抽象的，对吧？好，往底下稍微画几个紫藤的这个小花骨朵就可以了。看一下位置啊，看一下位置。行，先不画了啊，先不画了，先画叶片啊，先画叶片。
把这主要的这个叶片啊，主要的叶片给它画出来。你比如说这边啊有一组飘上去的，对吧？有一组飘上去的，哎，叶片呢它也是有大有小啊，有大有小。那么这一块啊，原图在大家手里边对照着原图的这个位置啊，大家对照着原图的位置稍微画一下。稍微高了一点啊。比如说这边有一组偏赭石一点的啊，偏红一点的。好，那么它的这个附近啊，花的附近呢，这个叶片刚才说了，主要是两种颜色，一种是偏三绿色，一种是偏赭石色啊，两种颜色都得有啊，两种颜色都得有。然后里边呢用这个颜色该点的地方啊，把这个空隙的地方稍微点一点，衬托一下。色彩它就丰富起来了啊，色彩丰富起来了。叶片的形状比较圆一些啊，比较圆一点，它这个叶片呢很圆，一种椭圆形的感觉啊，一种椭圆形的感觉。颜色不要用的太重，颜色不要太重，平一点，平面化一点啊。这一张要处理的平面化一些。然后这一块的叶片，我紧接着就开始画这一块啊，这一块的叶片。有大有小，还有一些这种组合交错。有大有小，有的呢是一组啊，有的是两组撞一块了，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不用交代的太清晰。底下的地方清晰一点啊，中间的地方呢混沌一点啊，混沌一点，它就显得繁密一些啊。那边上呢更是处理的轻松一些啊，处理轻松一点啊，处理的轻松一点。这个马上就快出效果了，快出效果了。哎，旁边的这个叶片，旁边这边还有叶片啊，还有叶片。那么这块的叶片呢，它又稍微深一点啊，加一点点紫色，加一点点这个画笔尖蘸一点啊，画紫藤的这个紫色，然后又是绿色。哎呀，这个颜色就漂亮了啊，丰富起来了。丰富起来啊。然后这块不垂下来一小组吗？垂下来一小组叶片，不要太长。哎，这片叶片呢稍微颜色嫩一点，就是三绿多一点啊，三绿多一点。
当然也会小一些啊，也要小一点的。手法上有一点偏写意的这种手法啊，偏写意的一点手法在里面。颜色不要积得过多啊，要让它是一种平面特别薄的这种效果，追求的是一种平面的啊，比较高级的这种平面效果。包括反面的叶片，那颜色再浅一点啊，蘸水啊，给它稀释，然后呢调一点淡淡的啊，调一点淡淡的赭石啊，淡淡的，看浅一点，哎，看到没有？仔细看啊，浅一些，非常高级啊，明白吧？那么这个层次处理的。怎么了？整点了？哎呦，又过整点了，是不是啊？好，那么紧接着啊，把这一块全部给它整丰富起来啊，整丰富起来啊。那么这里这一支这个叶片也非常的精彩。那么这个叶片呢，可以稍微偏一种，也是还是这种三绿色啊，再浅一点的三绿啊，再浅一点的三绿，不要太重了。整体颜色我们要把它弄得高级啊，高级。这个栀子呢，先不加啊，先不加，我们先呢主要画叶片。哎，蘸水，调水啊，这个绿色里边啊，这灰灰的这种绿色里边啊，调水，淡一点的紫藤叶片。所以说一张画想画好啊，有的画想画好不容易，对吧？它的细节处理啊，是否高级？有的画太实了啊，太实了，哪都很实在画的，它也不是特别的高级，对吧？最高级的这种感觉是什么？有一点偏写意的，有一些偏工笔，有一些偏写意，工写之间的这种状态是比较高级的。然后给壮一点啊，壮一点，和这个绿感觉呢太薄啊，装一点什么赭石，刚才的这个叶片的颜色，哎，装一点进去，对吧？然后里边呢，它会加一些，哎，回头加一点乱七八糟的这种藤条啊，特别浅的这种藤条，再加一些。哎，这块现在就感觉哈比较好啊，比较舒服了，感觉比较舒服。有些地方这些地方可以稍微再加一点这个小花骨朵啊，小花骨朵可以稍微加一点。加2个。颜色不要积得太厉害啊，否则它会比较深的这种边缘轮廓会比较重。这一块，比如这一块呢，也可以稍微加一点往上飘的这个
往上飘的这种花瓣呢，就盛开的花呀，盛开的花它其实是往上去，往上去啊。稍做一些处理，包括这个里边啊，叶片里边其实有些地方可以再加一点这种花瓣的感觉啊，可以加一点花瓣的感觉，不加也行，不加也行啊。好，我们继续啊，继续把旁边的这个叶片，把这些主体的这种叶片呢，全都给点一点啊。我这是小蘑菇啊，小蘑菇。对，我用的吉祥颜料啊，吉祥颜料。哎，我缩小一下看看效果，好吧？你看看目前，哎，效果快出来了啊，效果快出来了。回头叶片一衬，小花托一点，花就差不多够了。一会儿这儿来几个小花苞就可以了，不要画多了。底下的水里边再掉落几朵小花啊，几朵花，哇，很漂亮，很哇塞呀，很哇塞呀，很漂亮，很漂亮啊！没看到金鱼，看回放啊。9日清河啊，购买链接看回放就可以看到金鱼了啊。这个很简单呢。1号链接啊，1号链接。哦，整点，我刚才说给哪位同学，刚才是哪位同学说怎么看课是吧？答应人家整点的时候给人家看课的，忘了啊。老夫子啊，老夫子，对对对。啊，一定要静啊，要非常的静，修身养性嘛，不要浮躁啊。经常我看这个交作业，有同学说，哎呀，今天这个一张墨骨画一连画了好几天啊，2、3天，咬着牙画完的，画完之后还不错，心情很好啊，效果很好，这牙没白咬吧？是不是？这种成就感呢，是通过是你画一张这种其他的画是换不来的，明白吧？画个什么写意啊，你是换不来这样的成就感的，而且画面效果是没有这么耐看的，因为写意的这个要锤炼的时间要更久啊。写意能出好作品的不多啊，包括大师他也能出好作品的也不多，明白吧？所以两者结合起来，两者要结合起来，就会好一些啊，就会好一点，是不是？
那天我晚上点作业的时候，看有位同学，他说真的是咬着牙画完，坚持画完的，画完之后还挺高兴。那可不高兴吗？都画那么好了都。点的轻松一点叶片啊，注意这种交叉，你看交错，它是之间这个角度很重要。哎，一会儿形成一个锐角，一会儿形成一个钝角，那么这就是交叉啊，要注意。你如果全都是平行的很难看，你全都是锐角或者全都是钝角，全都散开了也很难看，明白吧？看这些钝角吧，是吧？钝角啊，底下再来一个，哎，窄一点的，哎，锐角，那么它就好看了嘛。这种组合就比较好看，排列，所以要注意。而且叶片有大有小，看到没有？有大有小啊，很重要。最大的一组叶子在这儿啊，还有这边，其他的小嫩叶比较小一些，你就得画小一点啊。颜料盘这儿就是赭石调3绿的这个颜色，明白吧？就是哎呦，不敢当啊！上帝吻我的手，吻错地方了，应该吻我的脸就好了，还是靠脸吃饭容易点。靠手吃饭很难，多累啊！这里边呢，你稍微先不要去管它。这一块呢缺了一组花啊，把这一块来一组花骨朵啊。哼，是不是？这个靠手吃饭太难了，手好累啊，手说我好累啊。脸得给手道个歉，对不对？不争气，没能吃上饭啊。靠手吃饭牢靠。嘴巴说全都是我吃的，全都是靠我嘴巴吃，对不对？想起来以前这个一个老相声了，一个小品，相声小品。它有的形状像个豆角似的啊，长得像豆角花的这种感觉，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你可以画一朵这样的，是吧？一朵这样稍微大一点的，然后中间点一点白，两边一边一个，那么这个体积感它不是出来了吗？是不是体积感就是这么出来的？对对，好像还有谁？
好多人啊一起说的嘛。上面啊可以再来一个组，来一小朵啊，稍微盛开的，白色为主的。来一小朵，哎呀，好看啊！好，那么这一块的这个花和叶啊，任务完成啊，任务完成了。现在我们把上方的叶片加一加，上方的叶片这一组呢，它又偏赭石一点啊，偏赭石一点。整体的颜色啊，叶片的颜色其实就是在赭石与三绿啊这个之间，这个倾向之间来回的偏，一会儿偏三绿一些，一会儿偏赭石一点，对不对啊？是不是？整体就是这么来回的切换啊，在这个之间。所以你调色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了，赭石调三绿啊，赭石调三绿之后，刚才这个叶片就是赭石调三绿偏三绿一些，那么这个叶片就是赭石调三绿偏赭石一点啊，所以这个倾向上可以来回的啊，稍微有一些变动。那么这个颜色它就是在一个统一的范畴之内啊，一个统一的范围之内，它会有一些改变，对吧？有一些颜色上的色相上的改变啊，变化，既丰富又统一啊，又不花哨，所以这个你就明白了啊。有些同学画那个牡丹花那个叶片的时候，还记不记得了？哎，有的同学这个叶片就是颜色与颜色之间啊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比较纯的一种颜色，那就不行啊。比如说这个啊，我再加了一点三绿，哎，那么这一片里边，有一些有这个赭石，有呢有三绿，但是你也不觉得突兀，对吧？为什么？因为它们是一个统一中赋予的变化啊。说过啊，要有什么夹角，它们组合怎么组合好看呢？一会儿形成一个锐角，一会儿形成一个钝角。那么你看，比如说这个啊，飘起来一点，那么形成一个钝角，是吧？这都没人，以前是不是没有人给大家总结这些？是不是啊？这都是老师自己的一些经验啊，我自己的经验告诉大家了。那么按照这个去画的话，你去验证一下啊。你画的时候，你可以是不是这样就显得比较好看一些？所以这就是教学嘛，教学需要教学方法嘛，需要总结啊。好，这边深，底下来一波比较浅一点的啊。那么可以准备一支清水笔啊，准备一支清水笔，准备一支清水笔啊，还是同样这个颜色啊，同样这个颜色，我们撞水，采用一种撞水的方式呢，它就能出现
比较淡的颜色，或者可以采用水色去接啊，用水色去接，它也能形成啊这种感觉。你比如说画一片这个叶片底下的一层，把这个花衬一下啊，我点入一些清水，那么这是撞水，哎，它会把颜色挤到旁边，干了之后它会比较浅一些。或者我拿清水去接一下啊，它就有一种通透感呢，特别薄透的感觉，看到没有？干了之后这一块它就很薄透，所以你看画啊，你看一幅画，你看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对吧？你在临摹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这是怎么画出来的？是不是通过什么手段呢？啊，就通过这样的一些手段呢，就把它画出来了。好，往上面呢，它还有一些稍微画高了，上面一组有点画不下了，啊。那么小一些啊，小一点。过渡一下，飘起来的啊，飘起来哈。那么这一块的任务完成了啊，这块任务基本上完成了，基本上就完成了啊。再把中间这一块的这个给它补上啊，中间这一块。那么这个其实已经位置上和原画呢有一些差距了，我们只能选择一些主要的地方是按照原画的这个感觉来，对吧？一些主要的地方还是原画的感觉啊。大的事态上是原画的这个事态，但是里边的细节已经有了选取筛选了，就像写生的时候，你看到一大片的花丛树丛，你如何做抉择，你如何做筛选一样。那么我们这个呢，其实就已经是在做了一些筛选了。底下我们先用一点重的这个墨啊，或者是墨里边加一点这种绿色啊，加一点绿色或者赭石色，不要纯的浓墨啊，墨不要太重，不要太浓，一个中等的这种墨色。我们把这个枝子给它加一加啊，给它画一画。干枯一点的感觉啊，干枯一点，慢一点，看行笔慢一些啊，干枯一点啊，行笔慢一点。那么有花呢是比较润的啊，枝子呢又比较枯，对不对？比较干枯，哎，比较干枯。哎，接一接啊，然后这边当然了，我们不能画太多了啊，不能画的太多了，只能少画几只了啊，少画几只。角度上不要平行啊，往下来打开，明白吧？打开。也不要往上去，往上去是收紧了啊，所以要打开。它既像枝子啊，又像这种藤蔓这种感觉嘛。
加的时候慢一点啊，慢一点。毛笔干一些啊，墨色不要太重，干一点。小心的处理这些地方啊，小心处理。小心处理啊。哎，有些好像就是从这儿过来的，对吧？有些呢好像就是从这儿啊过去了，哎，从这儿下来了。有些从这儿过来之后，从这过来之后，这个藤条又这么过去啊，藤条从这边长过来的，长到外面去了，对吧？所以它这个比较复杂啊，比较复杂。就都得往外生长啊，往外长枝子出去啊，出去。那么很遗憾的是这一块啊，这个枝子呢这一块就没有画出来，咱们就没画出来就算了啊。你看一组主的啊，两组辅的，这花呢又是穿出来啊，一个破线啊，几条线，所以把这几条线索你牢牢啊抓住这几条线索，那么画起来啊，它就会不会乱，否则容易乱啊，容易很乱，自己不知道画着画着不知道上哪去了，知道吧？稍微添加一下啊，然后这个上面呢，这个树枝这个粗枝可以画一点啊，可以画一点，稍稍改一点啊，稍微改一点，墨色不要太重啊，这个粗枝的墨色，哎，露一点出来啊，露一点出来。有这种干枯浓淡的这种变化啊，干枯浓淡。我们选择画下面的这一组出来啊。稍微有的地方哎，稍微加重一点啊，加重一点。好，这个一定要画出这种苍润、苍劲的感觉啊，苍劲的感觉。要出纸的外面去，哎，快一点，干一点，哎，快一点，干一点。这时候可以稍微快一点啊，可以快一点，干一点。把这个质量啊给它修整一下。好了，那么上面呢这块啊，这块呢是可以，给它压低啊，压低一点吧。给它换一个，变换一个地方算了，变换一个位置算了，往这边去啊。
哎，这块就丰富起来了啊，丰富起来了。然后把这个什么叶片呢，这里边的叶片啊，再加一加啊，叶片再加一加，再加一下啊，我们把里边叶片加一下，把上方这一块啊，这一组叶片再加一点，然后就把水稍微收拾一下啊，下面还有一些叶片再一加啊，画了就很漂亮了。好了，回头我把这个发到群里边啊，发到咱们这个群里边，上传到咱们的这个课程资料里边啊，所以无论你什么时候购课，你都能看到老师的原图，看到老师的这个以及老师所画的这个范画啊，都能看到。况且好多同学天天都是提醒着我啊，提醒着我干这些事情，所以不用担心啊，老师不会忘的，有大家监督呢。好，那么把这一块的叶片，这块的叶片呢偏赭石一点或者偏黄一点呢，偏赭石一点或者偏黄一点都可以啊，浅一点，上面浅一些，对吧？它随意一些了啊，随意一点了。所以这个画画有时候要，特别是画这一类的这个作品啊，它的这种写意性还是挺高的。所以你说有同学说这个，就认为很多同学认为这个写意就是写意，墨骨就是墨骨，工笔就是工笔啊，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啊，其实大错特错啊。那何家英老师不经常说嘛，工笔也是具有写意性的啊，它不光是表现在画的时候的这些技法的写意上啊，更重要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它是有写意性的。另外他还说啥？画家是孤独的哈，画家是孤独的。所以看大家能不能受得了孤独啊。点缀一下，有些地方所以像面对这么复杂的这个画面啊，处理的时候，一定首先呢是要从整体出发，就是画面的这个整体的这种事态啊，它分为几组啊。通常你就按照老师的这种方法，你去找到啊它的这种主辅魄这3条线，基本上所有的画都能够找到这3组。记住了，基本上所有的作品啊，我说的所有的作品啊，都能有这么3条线索。你把这3条线索找到了之后，按照这个，然后呢，再来一点一点的把它拆分，再来画
就会好很多啊。如果只是盯着某一局部，那就会比较麻烦，那就得考验这个造型能力了，就得考验大家的造型能力、把控能力啊，明白吧？所以呢，尽量，所以为什么画之前要读画呢？很多同学拿着画就画，对吧？解析一下，读一读。最重要的，你要临摹的话，一个是读它的什么构图，另外一个读它的一个技法、表现手法。什么？现在出价388米开始是什么意思？拍卖我的画吗？这幅画在1号链接，在呀，在呀，所有的画都在1号链接啊。我看看啊，桂花什么意思啊？现在出价388啊，318啊，318，吓我一跳，要卖我的画了吗？好，那么我们现在把它这个叶片呢，非常漂亮啊，缠着鱼的这个叶片啊，来，那么咱们的课程看看这个案例还原度相当高的，相当高。你看这个小叶片啊，小叶片走势，有点像柳叶的感觉啊。注意夹角，一个小的锐角，打开的地方，一个钝角，是吧？那么这个组合它比较漂亮啊。小金鱼这一块呢，又来一个这个小锐角，看到没有？小的锐角啊。这边打开来一个钝角啊，相当漂亮啊。好，到这边啊，这边的小叶子，叶片偏黄一点啊，叶片偏黄一点。你看我这个里边正好有个鹅黄，我调了一点鹅黄啊，在这个绿的基础上，在这个灰绿绿的基础之上啊，调了一点鹅黄，不用刻意的去调某一个颜色啊。好，小一些啊，别画太大啊，明白吧？不要画太大。这张作品非常的惊艳啊，目前是咱们画的这几个调频里边，我认为是最上档次的一个啊。虽然其他的也很好，但是这个更惊艳一些，对吧？所以说这个课程啊，这个课程前面觉得很好，到后面你就觉得后面比前面还好，惊喜不断，明白吧？最好的永远在下一章，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幅。
好，再看看底下啊，看底下有没有，哎呦，很好很好啊，很满意啊，画的相当满意啊。下面呢，我们把底下的这个花呀，水里边还有紫藤花啊，水里边紫藤花点一点啊，水里边的紫藤花给它点一下，水里边掉落的紫藤花，我们给点一点。水中花，怎么了？怎么了？又说我不看端木，怎么了？什么时候也能画出这个水平啊？从现在开始好好的画啊，跟着老师好好画。今天有一个老师说下个月他的课程要涨价啊，没事啊，我希望他们都涨价，这样大家都来买我的课程了。会不会？你说是有没有这个道理？小花骨朵，哎，小花骨朵啊。好了，那掉的花瓣呢，颜色要浅一些啊。如果是花瓣掉落的啊，颜色浅一点；这种花骨朵掉落的啊，颜色可以重一些。那么花瓣，那么我们采用这种接色的方式，你看，肩上的白色重一点，底下的这个啊，白色浅一些。那不光有一朵，还有这种离这个鱼近一点啊，这个鱼在追逐这个花瓣。白色有点，已经有点干了啊。哎，趁湿来点藤黄，来点藤黄，点入到这个花瓣里边啊，点入到花瓣里边。稍微小一点吧。
有些小的花骨朵啊。他还特意有些地方他故意还点了一点黄进去啊，在水里边。我们点花上吧，它是点在水里边了，它把黄点到水里边了，有的就点在花旁边啊，点在花的旁边啊。这边再来几片啊，再来几片。掉的基本上都是小的花骨朵啊，掉在水里的。没有，暂时没有山水和人物啊。好，把这个藤黄往里边点一点。藤黄往里点一下啊。漂亮，这个你就当成这种有追剧的同学，可以当成追剧看啊，追剧看。哎，新来同学给老师点点关注啊，忘了，新来同学点关注啊，进入咱们粉丝群里边，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等一下我们再把浮萍点一点啊，浮萍呢就偏绿一点了，就偏绿一点啊，有这个深一点的，稍微深一点点的绿色。你就继续用这个碟子里边这个啊，赭石淡墨这个颜色呢，再加一点这个绿色啊，这个叫什么绿？你看盒子啊，这个叫什么绿？这个叫青草，就是一种类似于墨绿色，比墨绿色呢稍微再艳一点，再鲜艳一点。然后笔尖呢调一点墨色啊，调一点墨色，或者调一点这个黑色。不要太重，再准备一个清水笔啊，它这个画的特别的，很讲究啊，很讲究。看有清水笔吗？笔都画哪去了？赵少昂的金鱼，这个金鱼不行吗？这个金鱼不已经很绝了吗？好，点一下这个浮萍啊，小浮萍。有的有深有浅啊，浮萍呢也是有深有浅啊。你说有些地方稍微重一些啊，这个浮萍呢，你不要害怕把这个金鱼尾巴破坏了啊，这样反而能显出这种通透感。
显出金鱼尾巴的这种通透感啊。我这是浅仿骨，7号链接的浅仿骨啊。有的浮萍这个稍微的用清水带一下，就不要让它太明显啊。那么它一头轻一头重，它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出现。一头深一头浅啊。底下这一块它基本上比较错落一些啊，要画的比较错落一点。清水笔一走清水笔走过的地方它颜色就会浅一些，看清水笔走过的地方颜色浅一点，然后头上的颜色呢它会重一些是吧？就会重一点。这都是细节满满的细节。每一个细节它都有这个自己的一种方法。所以说这些地方老师要教你画到位了，你才能以后你在运用的时候你才能知道，对吧？如果老师只是随便一点，你跟着肯定也是随便一点，失去了临摹的这个意义了，对吧？有些地方可以忽略，有些地方呢还是要学一学的还是要学一下。下周去云南呢，真好我也想去云南。浮萍就是这个墨绿色一个墨绿色，你用这个绿调一点墨。去云南好多花，现在去可以写生多拍点照片去云南哪个地方就发到群里边，看看有没有可以用来写生的前2天还跟我媳妇说呢，说我想去云南写生去。打我干啥呀？花花为什么打我？就是说又花钱。
然后走不开啊，我去了这个课咋办？那会儿有一个机会啊，在丽江啊，有一个机会，有个什么学校，忘了是啥学校了啊。其实可以进去当老师，这离家太远了，没去。其实我是很想去的。然后还在四川绵阳啊，还有个学校。好，完美完美。好了，很漂亮了啊，很完整了。现在我们再把叶片一勾，把这个花一点啊，叶片一勾，花一点，这张画非常的漂亮了，是吧？可以可以啊，现在这个整体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啊。好，继续完成它，把花骨朵、花托点一点啊。哎，整点了，整点了。那么大家可以给老师点点关注啊，点点赞。我教一下刚才这位同学是还在不在啊？那个啊小晴同学买课了啊，谢谢啊。已经买课的同学，我教大家怎么来看这个课程，好不好？教大家怎么看咱们的课程啊。那么可以登录这个，用下载学浪啊，下载学浪 APP， 下载这个学浪 APP。就是这个蓝色图标啊，给大家看一下啊，就这个蓝色的图标，这个图标看到没有？哎，下载学浪 APP， 然后点学习，然后不就有我的课程吗？可以点我的课程啊，然后就可以看课了啊，就可以看这个课了。然后这个角落这是不是有一个像信息来信息的这个图标啊？有个红点，这班级群你点一下，那么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班级群里边了啊。进入到班级群里边，交作业就在这群里边交。哟，这是谁画的作业啊？我看看，4条屏，这是大家画了之前的4条屏，蘑菇4条屏，你看看，瞅瞅啊。然后从这里边点发布，从相册里边选择作品照片，你就发到上面啊，或者老师呢就给大家点评作业。然后如果找课程的相关的图片案例资料啊，从这个里边资料里边点一下，然后这里边每一节课对应的资料我都做了一个文件夹，你就点开相应的文件夹就可以了啊，点开相应的文件夹。那么里边如果是蘑菇类的啊，里边呢有这个一个是作品信息啊，尺寸呢、纸张啊、颜色等等啊，还有老师画的这个上课的这个图片啊，你看上课画的案例图，这老师的范画，那么还有原图啊，就是作者画的，是吧？原图，那还有这个线稿啊，给 P 了一个线稿，虽然不太清晰啊，但是可以作为参考，大概的位置可以做一个参考，对吧？那么这个是咱们的这个如何看课啊？如何看课，一定是用我们的这个购课的这个抖音账号登录啊，购课的抖音账号登录才行，明白吧？好多同学找不着，要用购课的抖音账号登录，然后点学习啊，然后就点学习，登录进去之后，不要点首页啊，点这个学习，然后就可以看到我的课程啊，点进去就可以看课了，好吧？咱们的课程链接啊，在1号链接啊，在1号链接，
今天上的课，今天的这个泛画也是在1号链接啊，只要是老师上的课，全部在1号链接，所以非常划算，120节课啊，什么都有啊，应有尽有啊，应有尽有。好，我们再调一个这个绿色，就是刚才点浮萍的这个绿啊，比这个绿啊稍微再重一点的绿啊，我们要点花托了。等一会儿呢，我就把这个把案例把之前上课所画的这些啊都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加快点速度，一会儿还得给我儿子洗澡呢。今天带他出去玩了一天，哎呀，给我累够呛。幺儿，我幺儿要给他洗澡，今天玩一天出了好多汗。得完成小目标了才好出去啊，否则出去对吧？出去就得干活。好，把这个花托哎都点一点，一边一个啊，一边一个，哎，是吧？一边一个，不用点太多。逃避没用，没有逃避啊，这有什么可逃避的？虽然很辛苦，但是也很幸福啊。仔细一点画，这些地方啊，仔细一点画啊。看这飘上去的啊，对吧？有点飘上去的感觉。把这些小的先都给画出来，把这些小的地方先给画出来啊。能听懂啥？能听懂四川话？四川话才有意思呢，四川话听着特别有意思啊。好，那么有的地方不要点太重啊，要虚虚实实的，好吧？首先我们把明显的地方，就是这些花托啊、小花骨朵的地方，那么这个花托肯定是比较重一些的啊，你可以是点一点。啊，稍微点一下，再找一找啊，看一看。这里边啊，稍微点一下，就是一些空档里边啊，把这些空的地方啊，你得给它填补一下。
那么这个花心里边呢，你看啊，花心里边有的地方也得点一下啊，代表它的一个花托。其实有些地方可以染一点淡淡的黄色啊，染一点淡淡的黄色。橙黄啊，可以来一点。来一点点啊。下面把叶片勾勒一下啊，把叶片勾勒一下。勾叶片要勾好一些啊，叶片呢，我们用画叶啊，刚才点花托的这个啊，深一点的绿色，里边再加一点点墨，我用了吉祥颜料啊。那么这个其实没干的时候啊，来勾的话，效果更佳啊。千万别勾重了，你看干了之后颜色没有那么重啊，所以大家千万要控制好颜色。啊，缩小一点啊，缩小一点。如何加粉丝群啊？这个学浪的购课了之后，学习群是在学浪 APP 里边啊，自动会加入的，你就用购课的这个抖音号登录就可以了。那么咱们的粉丝群，抖音粉丝群，你点击老师的这个主页啊，就可以看到粉丝群，加入粉丝群就可以。再强调一遍，颜色不要过重啊。好多同学勾燕麦颜色特别重，交到作业上来。用笔放松一点啊，要写意一点。
我觉得小叶片啊，不用勾太多啊。小叶片有些特别浅的颜色，其实也可以不用勾啊，特别浅的不用勾，勾了反而会破坏啊。好，这边就不用勾了啊，不用勾了。然后把底下的这个鱼啊，底下这个不是鱼啊，底下的这个钓的花也得给它画出小花托来啊，要精致一点。还有小花柄啊，看看，要很精致，你看到没有？这个其实比上面的这些啊还要重要啊，因为它是单独的一个个体，单独的个体它更显眼，对吧？它更显眼一些，所以啊，你如果是画的不好呢，就特别明显。刚才没照到啊，缩小一点。所以这些地方，你说重不重要？也重要啊，也重要。是摸骨啊，对呀，这就是摸骨啊。这就是摸骨。好，水中花，镜中月啊。那么这边呢，淡淡的这个叶片啊，用这个它同样的颜色，用它同样的颜色，浅浅的勾勒一下啊，浅浅的勾一下。啊，勾一点就可以了。那么这边也是啊，这边好，水里的就不勾了。哎，很好很好啊。完成啊，还有没画到的地方吗？啊，这边也勾一下吧。勾的时候不要勾中间，像这种小叶片啊，你勾它的边缘，勾在边上，明白吧？不要勾在中间了啊，勾在边上，它都侧叶啊，都侧面的。大一点的你可以稍微勾在中间一点啊，这小的呢都是勾在边上。所以勾叶脉它有很多的讲究啊，很多的讲究。好，漂亮，很好，很高兴啊，画的很开心，又是开心的2堂课。换手机看了，没电了吗？啊，画的很高兴啊。大家不知道看着累不累？我画的很高兴，大家看着很累，是不是？明天就画这一幅啊，好好画啊，好好画。不要慌，下课。好，谢谢大家啊，帮老师点赞。其实这一块啊，你看拉远了看，目前这个画还有一点问题，就是哪有问题啊？其实这一块可以稍微加几朵这个白色的花出来，
因为现在这个太整了，这个形状太完整，明白吧？太完整了一点，这个地方如果再加一点就会更好一些啊，可以稍微加几片啊。所以画画这个事情，你看很奇怪啊，有时候要整，有时候要破，对吧？不用画太复杂，这样就可以弱一点，让它弱一点，但得有。哎，那么现在这个层次上要好一些啊，就把它整个范围扩大了，然后中间有这些留白的地方啊，感觉要舒服一点啊，要舒服一点。所以画呢，就是有时候要反复的画完之后要看一看。特别是创作的时候啊，就得反复的调整啊，反复的自己观看琢磨啊。好，什么得3月份以后啦？慢慢学啊，买了慢慢学，好吧？颜彩的颜色是厚，你知道吗？它都是矿物色，所以它是比较厚的，它不适合画这样的墨骨啊，它适合画比较厚实的这种东西，壁画呀这些啊，它适合画这样的东西，明白吧？是不是？自从上了就，今天有个同学在群里说什么，上了这个课就一个什么形容词啊，就已经是走火入魔了，对吧？就入魔了啊。好，那么今天咱们课程就到这儿了啊，就到这儿了啊。下一次课呢是周二的晚上啊，周二的晚上7点。新来同学可以给老师点点关注啊，点亮一个粉丝牌。咱们的这个纸张，你可以买我这个购物车里的啊，这个熟宣纸，平时练习用那个纸就挺好的，我平时都是用那个纸。这个呢稍微会贵一些啊，这个也是在那个链接里边。还有颜料，就买吉祥颜料就可以了啊，吉祥颜料。好了。稍微当一会儿带货主播啊，带货。好，各位拜拜，晚安啊，晚安，谢谢大家，晚安。